Hello，大家好啊！这一期的角色呢是盗贼类的英雄。那作为第7史诗中最具攻击性，也是最受欢迎的英雄类别哦。那玩家们对于他们的投资也是非常的可怕哦。那各种妖魔鬼怪今天都出炉了，金价是要求啊！看完大家的英雄啊，让龙虾这种小菜鸡啊，只能乖乖去旁边玩。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出场率很高的盗贼英雄吧。OK， 那首先登场的呢是我们的木苹果菲奥雷托。那作为第7史诗第2章节的男主角，在去年的一波 buff 之后，使用率飙升，并成为目前首屈一指的靠赛流第一选择。那木苹果的强大呢，就在于只要闪避成功，就会顺便反击。在 S3 能够使用的情况下，自带35%的几率会闪避，再加上皎月梦夜这个神器的话呢，闪避率就高达55%。换句话说，敌人的每次攻击都有55%的几率会被反击。这应该算是游戏中目前最高的反击几率了，而且它的闪避几率呢是无法使用任何方式消除的。而除了增加自己的命中率之外呢，目前没有更好的对应方法。那和音姐姐除外。而木苹果呢，最好的 build 是吸血套加贯穿套。那好像除了吸血套，我还没有看过其他的套装就是了。而贯穿呢，则能够增加木苹果的伤害。那由于木苹果在使用 S2 之后会增加15%的爆率，所以一般来说只需要给它85%的爆率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在吸血套的基础上则出现了不少差异。那大部分的木苹果呢是拥有 15K 左右或以上的 HP， 那个别硬一点的还会有1000以上或者是更多的防御。那简单来说呢，生存是木苹果的首要考虑要素，有足够的坦度之后才是伤害。那为了要更好的生存下去呢，也出现了牺牲速度并特化生命力的类型哦。而这种类型会带给攻击者不少的麻烦，尤其是想要秒杀木苹果的队伍因为只要没有秒杀，那就很有可能会翻车。那这也是目前前30公会的 GVG 防守阵容蛮常出现的特化木苹果。那目前使用地点呢是所有地区。OK 啊，再来是光瑟琳。作为一只为了对应暗罗菲而生的英雄开大之后能够使全队复活与1回合的不死，并赋予自己受到暴击就反击的能力，与暗肯相同。S2 被动能力呢，有一点跟光苏琳非常的相似，每次受到的最大伤害都不会超过自身最大血量的51%。那非常适合拿来在 PVP 或是 GVG 担任光吊手的角色，且自己在发动 S1 的时候呢，有几率转换为伤害极高的快剑。搭配上尘埃恶魔，能够给予敌人非常可观的伤害，那是一只爆发力非常强的英雄。那目前流行的套装呢是速度贯穿或吸血贯穿。速度套的优势呢就不用多说，利用高速去抢开 S3，赋予全队不死与让自己进入反击模式。而越快开出这个 S3呢，就能越快带给对手压力。一般来说呢，速度套的光瑟琳是坐落于230到250速之间。那在这个区间的光瑟琳，同时还能够拥有非常高的伤害，在速度与伤害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啊。那如果速度再往上走呢，就是速度特化的光瑟琳了。这种光瑟琳呢，是利用极高的速度去抢开 S3， 给对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麻烦，还有利用高速去抢回合，加快自己的技能轮转与攻击的频率。而吸血套呢，则是提供光瑟琳更强大的生存能力。虽然降神能够使光瑟琳拥有吸血的能力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吸不太回来的。那吸血套呢，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让光瑟琳在担任光吊手的时候能够提高许多的生存率。而吸血套的弱点呢，则是速度上会比较不足，很容易被对方角色利用高速去硬抓。那当然了，那吸血套神装大佬就当我没说。那这些大佬呢，能够在穿上吸血套的同时，维持240以上的高速，完全没有所谓速度不足的问题那现在最常出现的地点呢是 GVG 的进攻，还有 RTA。OK，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暗希德，他是第7史诗中老牌的反核爆英雄之一他拥有游戏中仅次于129速的128速，那非常适合用来狙击对方的1速角色。那虽然现在拥有129速的角色还不少啦，那没关系。不过除了基速呢快之外，他使用 S3 之后，他还会沉默目标，而且还能够消除对面20点的灵魂。那只要没有了灵魂呢，对面的核爆队能够做出的追加攻
攻击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削弱，可以完全破坏对面的计划。所以抢移速对于暗习德来说，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哦，没有之一。那速度搞定之后呢，才来考虑伤害。那只要给他够高的伤害哦，他也是能够秒杀大部分攻击型的英雄的，也很适合担任爆杀队的起头角色。那如果你只有一套高速装呢，而且对于核爆深受其害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把那一套给暗习德，投资报酬率还是蛮不错的。就算速度不是达到一流的水准哦，在 RTA 当对面想要跟你拼速度的时候，还是可以选出来吓吓对方。因为大概在80%-90%的情况下，他看到暗习德了，基本上还是会 ban 一下的啦。这样至少可以确保他不会 ban 到你其他的主力反核英雄。那目前较常使用的地点为所有进洞，还有 RTA。那接下来呢是帅气程度爆表，我们现在第4章的男主角。蓝，那作为新生代的核爆开场角色之一哦，蓝拥有游戏中最高速的129击速以及不俗的伤害。S2 能给全队上免疫，并给自己加上攻击力增加。S3 呢则能够解除对面的2个强化效果，并造成烙印与破防。使用方法非常的多元哦，也能够跟各种类型的英雄搭配。但同时呢，它也是一支对于装备要求偏高的英雄哦。由于技能的特性，它必须要是1速出来才能完全发挥它的优势，所以在高速的基础上呢，目前流行的是双爆型或者是命中型。那双爆型呢，又分为1速型跟伤害型。1速型呢，就是用来抢1速核爆的。那在把速度撑到极限的同时呢，兼顾伤害。而伤害型呢，则是以火力为主，那速度则大概坐落在270到290左右的区间哦。它主要用来切非1速的队伍，而且带有脆皮的队伍。那接下来是命中型。那命中型呢，是能够给对面有抗性的角色呢造成破防，那带有后面接下来的英雄收头，属于标准的核爆开场类型。OK， 那再来是水狼佩伊拉。那现今呢，开场3箭头的另外一支箭了，作为除了蓝以及光莉莉亚斯之外的另一支强力开场英雄，它的基速呢是128速，也是一支容易把速度撑高的角色。那相对于蓝而言哦，它的 S2 能够造成静止拉条与静止强化。那静止拉条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像是弗里蒂斯以及装了进攻号角的暗卡宝、暗卡维利拉起来。然后它的 S2 呢，还能够产生追加回合，接着开它的 S3。S3 是能够带给全队攻击力增加，并使自己产生隐身、护卫以及护盾的效果。那这一招呢，能够有效的保护队上的脆皮，增加队伍的生存能力。最常出现并搭配的角色是火飞剑。那最常出现的面板则是速度套。那一般来说呢，佩伊拉也是一支1速出场才能完全发挥他的能力的英雄哦。他除了需要高速之外，那他的技能有分伤跟护盾这2个特性，所以在配装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给他撑点坦度。然后为了要给敌人上到 debuff， 一般呢都会给他来个大概100左右的命中，甚至再多。除了这比较常出现的面板外哦，还有人把它拿来当爆杀队的开场角色来用哦，走的完全是火力路线。那我自己是没有遇过，实际效果得问问他本人才行哦，对吧，莎莎？哪天要不要来分享一下？OK， 那再来是与木苹果一奶同胞的最佳演员暗苹果。那身为一个演员呢，最主要的技能就是他的被动 S2， 在开场回合开始的时候与结束时会产生一个回避增加，再加上大家喜欢给他带上的皎月梦夜或者是无畏的引导者，他的闪避率会达到目前游戏最高标的70%。但很不幸哦，我们自己用的时候闪避率就是无限接近于0啊，可怜呐。除了这不稳定的 S2 之外呢，它还有一招伤害非常高的 S3， 那使用前会给自己上一个攻击 buff， 并贯穿目标50%的防御力。但之前由于小光奶朵莉丝以及各种硬的不行的阵容哦，他曾经一度没落了，但近期由于贯穿套以及光莉莉亚斯的关系啊，他又再一次重出江湖。目前最常出现的是速度贯穿或是吸血贯穿。那速度套的优势呢，在于利用高速抢先手，秒杀对面的一支 DPS。尤其如果搭配光莉莉亚斯出战啊，那个伤害能够到达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甚至可以秒杀一些没有坦克保护的朵莉丝，是现在爆杀流的热门选项之一。而吸血套呢，虽然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但非常适合打阵地战。
利用本身高达70%的闪避再加上适度的坦度，只要时机对了，甚至可以靠他 solo 对面一整队。那目前出没地点为所有地区。那再来呢是最近才刚 buff 完的角色姆阿姨姆瑟林，这是一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英雄哦。那出场率之所以会提高，也是因为最近使用非攻击技能的强势英雄太多了。它是除了弗里蒂斯之外，另一只能够在对面使用非攻击技能的时候做出反应、做出对应的英雄。瑟林的被动 S2 会在对面使用非攻击技能时触发，给予对面随机一只英雄一剑无视分伤的强力单体攻击。那如果搭配这个专武呢，还能增伤并瞄准对面攻击力最高的英雄，这是大家在打攻击的时候最喜欢使用的专武。那打完之后呢，还能拉调自己20%。如果他有自己的神器雷天一剑的话，就可以额外再拉调24%。基本上就是直接拉到敌人脸上再补一招 S3。那 S3 的伤害呢也是非常的高哦，使用后能吸血，而且产生回避增加与护盾，这个大幅度的提升了他在战场上的存活率，不至于接完一套之后就被秒掉。那目前比较常出现的面板是中速贯穿或者是底速贯穿。那中速贯穿呢，则是在确保伤害的同时，让它有一定的速度，加速技能的轮转，并确保拉条一定能够超过剩下的敌人。而底速就是确保能够一击必杀 ，S2 抓一只 ，S3 再抓一只哦。除了这两种常出现的 build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是高速的穆瑟林，即使敌人没有使用非攻击的技能哦，自己也能够依赖高速，抢先出击去抓速度不如自己的 DPS。那当然了，伤害呢还是瑟林呢最需要关注的数值哦，所以想要走这条路线的玩家呢，通常也是需要考虑要如何维持高速还有高伤，就是这种类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啦。那接下来最后要出场的呢，是我们第7史诗最具代表性的反派英雄，那个男人执行官韦德瑞。说实话呢，你要不要把他放上来？我真的想了很久，因为他最近的出场率实在是很一般。但我大暗刺呢，也绝对不是完全消失哦。那总之，他还是来了。那他的 S3 呢是全体攻击，当专注满的时候会提升伤害量。消灭敌人时还能使 S3 直接冷却，这也让他在以前呢是当仁不让的狗粮队长。那他的 S2 呢，则是在死亡时会复活并拉调100%，并重置 S3 的技能冷却时间，可以直接再劈一刀哦。目前流行的暗刺面板呢，五花八门，240以上的叫做高速暗刺，用速度带给对面压力，利用自己的高速抢先给予一波伤害，高伤的可以直接秒掉一些小脆皮哦。那更有甚者呢，还有260以上的暗刺，这种地雷级别的速度会带给敌方意想不到的突袭效果。接下来的呢是伤害型的暗刺，它期望在提篮发动的同时，一波就可以给予敌人极大的伤害，甚至带走对面一整队哦。那还有完全牺牲速度而把火力撑到极限的类型，那就算提篮没发动，也能够给予敌人重创。那这种类型呢，一般用来反核爆，或者是跟队伍中能夹攻的英雄搭配。那最后则是反击套，速度从底速到200速的都有，神器则以皎月梦夜为主，凭人品，具备一定的坦度。那更有一些暗刺则是完全放弃了速度哦，以超过2万血量的状态出阵，堪称地雷中的极品哦。龙虾呢自己也很讨厌遇到这种类型的暗刺哦，非常的恶心啊。好啦，那盗贼类的英雄就到这边。其实还有其他出场率也还不错的盗贼类英雄哦。不过最后想来想去呢，还是没有放上来。绝对不是因为我很懒。总之呢，就是还是一句老话啦。今天的影片呢，都是个人见解，不完全正确，也不一定都对。那欢迎大家来这边讨论分享。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赞助啦。那就这样，我们下次见啦。